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这架土耳其航空的波音737-800呢正在降落，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影响，它的头翘得稍微高了一点，于是机尾差一点就触地了。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几个你可能不知道的隐藏在飞机上面的小秘密。这个东西叫做尾橇，它就是为了防止客机插尾的。现代客机有多容易插尾呢？你看，这是一架波音747的模型，它的起落架设计呢是这样的3点式的，前起落架位于机头部分，后起落架位于机翼下方的机腹部分，机尾的地方呢则是空空如也的。其实这样的布局不光只出现在波音747上面，其他现代客机上呢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它就几乎注定了一种可能。插尾，你想过没有？飞机在起飞时其实是像一个跷跷板的，当它在跑道上获得足够的速度后呢，必须要拉高机头才能把自己抬离地面嘛。但是由于后起落架此时还处在地面上，所以客机的机身呢就只能以它为支点向上翘起。头是翘起来了，但是尾巴却被压下去了，稍不注意就会直接被压到地面上呢。而且由于这个跷跷板身子长腿却很短，留给飞行员拉起机头的角度呢就十分有限了，真的是相当考验他们的业务水平啊。尽管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但偶尔还是会因为对飞机重心的错误计算、对飞机重量的错误判断、对襟翼设置的不当和过快的抬轮速率等等，啪的一下就把尾巴给插到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发生在降落阶段了。要是着陆时空速过大、高度过高，或者突然就受到了一阵侧风的影响呢，就比较容易插尾了。还有的就是突然要做出复飞的决定，而导致推力和仰角不当的话，也会是这个结果。我们在一开头看到的那段画面呢，就是这种情况。你看它明明在已经触地后呢，又复飞了。好吧，既然插尾很难避免，那它带来的后果严重吗？很严重啊！迄今为止，世界上单机死伤人数最多的空难，日航123航班事故呢，就是由于在一次飞机插尾后没有正常维修，从而在7年后导致了整个尾翼在飞行中脱落所造成的。另一个著名的空难，华航澎湖空难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1980年2月7日，这架747在香港机场起飞时，由于仰角过大，插上了尾部，但是机务在事后却并没有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修复，导致该机在此后的20多年飞行过程中呢，不断的积累金属疲劳，最终在2002年5月25日的一次飞行当中呢，以空中解体的灾难宣告终结。所以，减少插尾事故的发生呢，一直以来都是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相当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啊。他们从软件和硬件上都做出了努力。先说软件上的它就是集成在飞行控制系统里面的插尾保护系统了。该系统会结合飞机的重心、载荷、机场气象条件等等，连续读取起飞时滑跑的关键参数，并通过传感器来实时捕获机尾相对于跑道的距离和接近率。一旦判断出有插尾的可能性的话，它就会向飞控系统呢发出信号，来限制水平尾翼的动作，阻止飞机进一步抬头。好，再说说硬件上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尾橇了，它的思路是如果插尾无法避免，那我至少也能让这个稍微突出机身的尾橇来吸收掉一部分的冲击嘛。所以尾橇的外形呢，就像是一块裹着金属蒙皮的浮板，在它用来撞击磨损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液压或者是电路系统的，就相当于是一块没有神经的外骨骼一样。它们有的是固定不动的，有的是可以随着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收放的，有的甚至就是一个小轮子。但即便是这样，它的控制结构呢也必须要远离机体。总之，在客机的整体设计当中呢，尾橇部分是必须要位于增压舱的结构之外的。说白了，它就是拿来牺牲的。此时我们应该给它送上掌声啊！可是有了尾橇，就真的能够带走所有的烦恼吗？并不会啊。一是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呢，可能发生插尾的位置是不同的。能够防止起飞插尾的尾橇呢，也许根本防不了降落时的插尾；而能够防止降落时插尾的尾橇呢，又可能对起飞时一无是处。难道非要装2个吗？尽管有的机型上呢，的确是双尾橇，但这样做显然比较笨嘛。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很流行加长版嘛，很多机型都有其加长的型号，比如空客320呢就有从 A319 到 A321的版本，波音777就有212和312的版本，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后者被拉长了。你想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更长的机身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插尾呢？如果短机身都已经要用尾橇来防止插尾了，那么长机身该拿什么防呢？它就可以拿我们要说到的第2个
硬件来防了啊。它跟前面一个尾橇采用的被动防护是不一样的，它是个主动防护。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这架波音747受到腿短的影响，在起飞时呢，只能把头抬这么高。那么，要是把它的腿加长，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但是腿太长，根本就收不回机舱嘛。而且就算是现在这样，飞机制造商还恨不得要把起落架做得更小、更短呢，因为那样就可以省出更多的机翼空间来装燃料嘛，把飞机的航程变长，卖的自然也就更好了。所以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半摇臂式起落架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硬件了。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在这个多轮小车式的起落架上呢，水平的轮子是可以在液压杆的作用下左右晃动的，它可以起到一个收缩减震的作用。但是呢，同样这个小车架的位置是可以被液压杆锁死的，所以我们在起飞滑跑时配合抬头动作，将起落架后面的轮子往下顶，等于就是变相增加了起落架的长度嘛，从而可以让飞机在不插尾的情况下呢，抬到更大的迎角，缩短了起飞距离，类似于一个蹬腿的动作。同样，在降落过程中呢，也可以将后轮放到下面，让它先触地，为机身争取更多的离地间隙，从而避免插尾。好啦，在这样的软硬结合之后呢，疗效自然就更好啦。飞机出现插尾事故的可能性呢，也是越降越低了。如今我们能够安全出行，他们功不可没。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81年2月7日，苏联太平洋舰队第25海军航空师的一架图104客机正在列宁格勒普希金军用机场缓缓地对准跑道。它此行的目的是将机上在这里开完会的44名海军军人送回他们在最东边的驻扎地。当天空中虽然飘着小雪，但这对见惯了寒冷的苏联来说，简直就再正常不过了。于是，在得到起飞的批准之后呢，图104开始滑行，并顺利抬起机头离开了地面。但是在仅仅离地8秒之后呢，这架图104却突然失控，猛地就掉头向下，狠狠地砸在了距离跑道尽头1500米的地方。熊熊大火瞬间就吞没了整架飞机而机上的人员呢，全部遇难。好，这的确是一场悲剧但是它不是一般的悲剧，因为这场悲剧几乎让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了。在机上的44名军人里面，有12名上校和1级上尉，还有16名是海军上将和将军，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本人埃米尔·斯皮里多洛夫上将。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比整个二战损失还要严重的概念要知道，在二战长达6年的战争期间呢，苏联加起来只损失了4名海军上将。但是在这里眨一下眼睛，16名上将就没了，等于是瞬间就完成了对太平洋舰队的大脑摘除术嘛。这是不是有点恐怖了？所以要是让你来负责调查这起事件，你最先怀疑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当然就是来自于敌人的暗杀了嘛。端掉整个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层，也许就是为了让即将到来的进攻变得更加容易得手于是苏联一方面马上将部队的警戒级别提到最高，另一方面也在本次坠机地点的附近呢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佐证自己的猜测。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他们既没有迎来敌人的任何进攻，也没能找到一片可疑的文件，反倒是他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将炸药带到戒备森严的军用机场里面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那好，既然暗杀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敌人，那就只有可能是来自于内部的了。谁会有作案的动机呢？或者应该是这么说谁会是这场灾难的受益者呢？沿着这个思路，他们还真就找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海军中将鲁道夫·戈洛索夫。作为接替本次死亡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第一人选他竟然没有出现在本该登上的这架图104里面。临时取消登机，其中必定有诈他难道早就知道这架飞机会坠毁吗？于是调查人员赶紧就追踪到了他。你猜他此时正在干嘛？他正在距离列宁格勒不远的摩尔曼斯克同女儿一家欢度周末呢。其实这趟休假是他早就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请好了假的，只不过司令一开始并没有给他确定的答复，一直要等到他们在列宁格勒开完会，准备拿着圆满的结果开开心心的回到驻地前的那一刻呢，他才被正式批准离队的。所以登机的名单上自然还是有他嘛。所以他并不是调查人员要找的那个原因了。那么坠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早就被他们知道，但是却一直被他们刻意忽略的原因了——飞机缺陷嘛。
要知道啊，这架客机图104，其实在1979年便从民用航空市场上退役了。原因嘛，是它又一次造成了58名乘客的丧生啊。这算是压垮民航图104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但是你知道这总的稻草算起来有多少吗？在总共生产的201架图104当中呢，有37架坠毁，几乎占了全部的1/5，1137人因此而丧失生命，可谓是历史上最为凶险的苏联客机了。但是这架会吃人的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却是几乎打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苏联神话。因此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明知它有问题还非要坚持使用它的根本原因了嘛。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缺陷，又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缺陷呢？哎呀，作为苏联的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图104的研发周期可谓是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啊。对比起来，英国在1952年推出的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哈维兰彗星，前后那可是花了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啊，而图104呢只有3年。这就怪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苏联当时的确是不缺天才，但是能比同样拥有很多天才工程师的英国快上好几倍吗？这也实在是让人太难以理解啊。他们到底是走了怎样一条捷径呢？原来啊，这条捷径就是将已经获得成功的装炸弹的轰炸机几乎原封不动的直接改装成装人的客机嘛。图16轰炸机是苏联天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得意之作。作为一架把欧洲当成是主要轰炸目标的双发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在看到苏联领导人对欧洲诞生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后那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之后呢，图波列夫就认为他有能力也有责任将其改造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喷气式客机了。于是乎啊，带着这个想法，他为苏联高层提供了一个无法拒绝的计划：3年之内打造出一架能够承受25000到3万个飞行小时，可以搭载50到100名乘客，巡航速度在750到800公里每小时，各方面都不会输给哈维兰彗星的喷气式客机了。于是图104的故事便开始了。其实图波列夫要做的最大的改造啊，就是拆下图16那较窄的机身，换上去一个能够并列容下5个座位，另加一条过道的宽一点的机身罢了。2台发动机留了下来，尽管它们既低效又吵闹。2副主翼呢也留了下来，尽管它们更适合高速飞行的轰炸机。剩余的其他部分嘛，比如尾翼、起落架、航电等等，也基本上遵循这同一个逻辑，能用现成的就绝不去改动啊，以此来节约大量的工程时间和经费。图波列夫的这架壮实的喷气式客机呢，就这样迅速便成型了。但此时转过身再去看欧洲的同行，他们却不行了啊！虽然夺了个头筹，但是哈维兰彗星却在之后接二连三的出现了故障。在一系列悲惨的坠机事故之后呢，最终于1954年拿到了红牌，被禁飞4年，要求其彻查问题。于是，当1955年6月图104首次试飞时呢，苏联人突然惊喜的发现，哎呀，我们自己居然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喷气式客机的国家了，这还了得啊！这种千载难逢的打脸西方的机会，咱必须得要抓住啊！所以到了1956年，在图104还没有彻底完成飞行测试之时呢，他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包机前往欧洲秀一把了。先是把飞机飞到了伦敦，轰炸了一波，媒体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辉煌成果，然后呢，就开始轮番停在欧洲的各个重要城市了。最后自然是要到西方世界的灯塔面前露一手的嘛。第一次将喷气式客机飞越了大西洋，落在了纽约的跑道上。此番操作啊，是赚足了眼球，也让图波列夫的轰炸机变客机的创意，显得是绝顶天才啊。可事实真的就是如此吗？其实图104从一开始呢，就显露出了其凶险的一面啊。首先，同其他的客机相比起来，它的飞行难度更高。这点其实显而易见啊，因为它骨子里面就是一架军用飞机嘛，自然是不那么容易驾驭的。飞行员们会抱怨说，这架飞机的操纵系统呢笨重而又迟缓，并且高度后掠的机翼对低速飞行特别的不友好。每一次着陆在繁忙的民用机场都是一件紧张到冒汗的事情。为了保证在低速飞行时不会失速，他们通常的做法呢，都是采用比设计要更快的速度来着陆啊。但是啊，我们所有能够在现代民航客机上见到的制动装置，空气制动器、发动机反推、性能良好的机轮制动，在这里都是找不到踪影的。因此冲出跑道就成了这架飞机最常见的事故了。很多时候，它都必须要靠抛出减速伞才能将自己停得下来啊。真的就是跟一架军用飞机没啥两样啊。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发生在空中了。由于机身是强行改出的，所以这个比原始设计更大、还带加压的机身呢，就让飞机原本的重心后移了，使其天然就有一个抬头的趋势。而水平尾翼呢，却不足以抵消这样的趋势。于是，当遇到异常气流或者机舱中的人和货没有按计划去装载时，图104就会陷入到一种我行我素的状态之中，要么是把自己高高的抛弃之后呢，再掉头下坠，要么就是直接突然的坠下深渊了。飞行员是一点办法都使不上啊，很多灾难都因此而发生，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团灭整个太平洋舰队的那架航班了。当然，那架航班还有其特殊性啊，因为它的坠毁至少有一半的原因还真是人为的啊。不过呢，却不是外部或者是内部的敌对势力，而是这些军官们的贪婪和任性了。因为飞机的货舱里面塞满了他们在开会间隙从列宁格勒扫回的大量的货了，从家具到电视机，从衣服到吸顶灯，从瓷器到橙子，甚至还有2大卷的打印纸。是的啊，这一趟不仅是开会之旅，也是购物之旅啊。毕竟当时的列宁格勒被称为是苏联的第2首都嘛，这些货物呢就被混乱地塞进了货舱，完全就不顾机组的安排，而这就犯了平衡重心的大忌了嘛。机长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又不敢违抗上将的命令，只能就这么硬着头皮，操着自己80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图104滑跑了起来。结果则很可能是那2卷打印纸它没有固定好，靠着惯性呢朝飞机的后方滚了过去，让飞机的重心进一步的后移。在速度还没有达到的时候呢，抬起的机头就让飞机自己去离地了，但是它又没有获得足够的升力，自然很快便坠下来了。好了，这次事故之后呢，图104的故事也彻底就结束了。把轰炸机改客机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想法啊。但是啊，这种极端的做法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确是加快了苏联迈进现代民航业的步伐，只是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换到民航客机上呢，就完全别指望了。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咱们今天呢先看2个飞回来的例子，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2战期间，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 P-47雷霆战斗机。叫它空中坦克呢，一点也不过分啊，因为它装配了8挺12.7毫米的机枪，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舌。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几乎相当于 B-17轰炸机一半的载弹量了。于是总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成为2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呢，他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普惠 R2800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所以他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它的确是只恐龙，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形如雷鸣，弓如电击，皮厚力大，弹足炮出，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岂不很亏啊？所以当天驾驶他的巴西第1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呢，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重型坦克虎式。战斗开始12架 P-47呢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帮他们防守空中的是另一款2战明星机种喷火。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因为 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再加上他呢技高人胆大，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准确率相当可观第一次俯冲，他用1000磅的炸弹送2辆虎式回了老家。第2次俯冲，他又用火箭弹灭了第3辆虎式。到了第3次俯冲，他发现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这不是白送给他的军功章吗？于是就冲了过去，准备用剩下的8挺机枪打出新的战绩。不过呢，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不是摆设在他第1次俯冲的时候呢 ，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洗礼过了，受到了一些损伤，丢掉了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还不够严重，所以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虽然他的确感到，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但是扔完炸弹不就该是这样吗？而等到他第2次俯冲完毕受损的机翼和机身又被气流刮去了一部分，变得更轻了。所以第3次的俯冲速度已经快到要守不住了。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他根本就来不及避让。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他的 P-47右翼几乎被完整的削去了一半。
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迅速升入了高空。按他的话来说啊，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升力下降和阻力上升呢，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大18缸引擎的全速轰鸣，足以抵消一个人的恐惧啊！他开始熟练的掉头，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虽然在降落的时候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了，堪称奇迹啊！不过嘛，跟我马上要讲的第二架飞机比起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F-15，而且被接去的机翼呢，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1950到1960年代冷战之中的苏联呢，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尤其是战斗机。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本身就比美国当时的主力 F-4幻影厉害了不少。当全新的米格25被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了。五角大楼的分析师认为啊，这架拥有大翼面、双引擎的战斗机呢，完全可以轻松的碾压美国啊！尤其是1971年的3月，当以色列的雷达操作员在他的屏幕上发现了一架速度超过3.2马赫、高度超过了任何一架 F-4上升极限的苏联战斗机时，这种恐惧的气氛呢，到达了顶点。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架能够与之 PK 的战斗机。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 F-15了。装着2台带加力燃烧室的普惠 F100PW220 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极速，并且呢，这2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们所提供的推力比 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加起来还要更大。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啊，假如把 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升力啥的，有更好，没有啊，那也行啊。于是正因如此呢，在1983年5月1日那天，2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 F-15开回了基地。连生产商麦道看了照片都直呼不可思议啊！翻译过来就是，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啊，当天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正在进行一次模拟训练，2架 F-15D 起飞去拦截4架扮演成想要攻击己方机场的 A4 攻击机。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意外发生了，一架 A4 直接撞上了它正下方的 F-15，当场闪架。而 F-15呢，稍微幸运一些啊，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没有闪架，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混乱当中，2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这个时候啊，前排飞行员内迪维凭着本能做了一件完全跟手册上相悖的操作，打开了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瞬间，2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猛增到惊人的23770磅，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重新把头抬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只见一堵有燃料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嘛，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好在啊，飞机还能开，他们意识到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啊，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这简直太矛盾了嘛。幸好 F-15上面的飞行电脑相当给力，再加上这2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1倍的速度安全着陆了。直到离开座舱的那一刻，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以上就是丢了一半机翼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当然是不行的了。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2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1了。所谓大力飞砖，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所以它要飞起来只能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才行啊。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2个关键点，升力。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因为它也是要产生升力的，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也还有机身的升力在那儿挺着，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抱歉啊，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就当不了升力体，也就无法提供升力了。一旦唯一指望的机翼都没了，那还有啥希望呢？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个设计啊，马斯克都不敢玩，他最多也敢在自己的星舰屁股上绑29台发动机而已。但英国人居然就敢在1950年代差一点造了一台绑了56台发动机的飞机出来，这个脑洞没谁了吧？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它。其实准确讲呢，这个装了56台发动机的怪物并不是飞机，而是飞机的一部分，用于垂直升空的托举平台而已。它的结构设计图和组合起来的概念图呢是这样的，你看啊，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垂直的将上面那架由英国电气设计代号为 P-17A 的三角翼战斗机举上高空的，等达到一定的高度和速度之后呢，再释放它独自飞行。我查了一些资料啊，有的说下面那个平台代号 P-17D 装的是56台劳斯莱斯的 RB108 升力发动机，但也有的说啊不对啊，它明明装的是44台固定喷嘴和16台倾斜喷嘴以及10台可旋转喷嘴的发动机，所以一共是70台。但不管真的是多少啊，大概都是发动机制造商的美梦，维修工程师们的噩梦吧。甚至呢，我看有的网友调侃说，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被选中了，英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罗罗就不会破产后被领养了。所以这个方案究竟是为了哪个项目而生？而这个项目最终又选了哪个方案呢？我们继续啊，它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在1957年5月发布的第339号通用作战需求，简称 GOR339了。需求中明确提出啊，为了在60年代中期接手可能会过时的坎培拉轻型轰炸机，英国空军需要一架全天候长航程、低空跨音速、高空超音速、能人核弹能在简易机场实现超短距离起降的理想机型。这种几乎接近妄想的需求，肯定会催生出很多奇葩的设计嘛，比方说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 P-17A 和 P-17D 这样的组合怪胎了。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就在图纸上爽啊，必须要有真的能造出来还能飞得上天的东西才行啊。于是这些英国的飞机制造商们只好收敛了一点，最终在空军部的撮合之下呢，苟在一起设计出了一个名为 TSR-2 的超音速核轰炸机，它长成这副模样。至于好不好看呢，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啊，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造型算是相当清奇科幻了吧，尤其是把它跟坎培拉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时候。的确啊，此机一出便轰动全球，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机，毫无疑问地登上了英国航空工业的巅峰。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怎么鹤立鸡群的。先来说航电系统啊 ，TSR-2 综合使用了多普勒导航、惯性导航和大气数据计算机，它们彼此纠错，使原本就已经非常精确的导航变得更是奋力不差。EMI 公司研制的测试雷达，费伦提公司研制的丹麦冲地形跟踪雷达，埃利沃特公司研制的机械加线传混合自动飞控系统，让 TSR-2 实现了61米超低空下的1马赫贴地飞行。关键是在这些过程中都不需要飞行员额外分出什么精力来，飞机自己就可以完成了。接着咱们再说说它先进的自主燃料平衡系统。它能够根据燃料的消耗来自动调整其存放的位置分布，使战机的重心呢始终位于最佳位置。前几天我讲的客机上的配品油箱什么的啊，在它面前弱爆了。然后还有全展长的后缘吹气襟翼，它可以在起飞时偏转30度，降落时偏转50度，并有2台安装在发动机上方的高压压气机，直接把气给吹上去，大大增加了机翼的升力，使其即便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呢，仍然具备出色的操纵功效。同时啊，襟翼吹气管道呢，从一根一直延展到下反一尖，机翼完全水平，没有上下反角，一尖下反37度。这个设计呢，看起来虽怪，但却能进一步提高在低速和低空飞行时的稳定性。所以就这些了吗？哪里啊？至少还有一样值得一说啊，起落架。为了满足军方苛刻的要求，它可是这架飞机上最复杂的设计之一了。因为要在粗糙的跑道上起降，所以它的强度要高，阻尼要好，减震也要够出色。同时呢，还要能够被收进本就已经十分狭窄的机身内部，而且在收放过程中呢，还必须要维持飞机的重心不变才行。你说它难不难吧？很难啊。可即便这样，工程师还不准备放过它。为了缩短起飞距离，就要增加弓角，可增加弓角就容易插尾啊，怎么办呢？那就在滑跑的时候把起落架的小车往下顶呗，靠这样来增加离地间隙，为更大的弓角留出空间。好了，其他的先进之处呢，还有舒适的安全座舱、强悍的机身材质和澎湃的发动机等等，实在太多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啊，它绝对成为了重整大英帝国在世界航空工业中领导地位的关键先生。
可这位关键先生最后也没有真的关键起来啊！从巅峰到落幕，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而且走的时候呢，也尊严丧尽啊！为什么呢？这里面当然有技术的缺陷和成本的超支，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当时英国动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以及官僚作风和内斗了。国防大臣邓肯·桑迪斯坚持认为，载人飞机将逐步被更快、更优越、成本更低的导弹所取代。这种导弹万能论也对正在研制中的飞机项目造成了叠加伤害。尽管当时就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啊，再加上被强拧在一起的瓜不甜嘛，3家打包成 BAC 不列颠飞机公司的英国电气、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和布里斯通本来就不对付，尤其是英国电气和维克斯老宿敌了，你让他们齐心协作可能吗？所以就是各种勾心斗角啦。最后好不容易拼凑出来的原型机，终于在1964年大选之前呢，被王牌试飞员罗兰·比蒙特开上了天，帮他继续又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是等到1965年初尘埃落定，这架传奇飞机还是被锁进了历史的保险箱里面。啊不，政客们怕它会死灰复燃，所以下令完全销毁，最好什么都不要剩下。于是4架原型机，1架被焚烧到灰烬，1架被拉到靶场，在弹雨中化为碎片，另外2架好不容易被保了下来，估计也就只剩个壳子，放进了博物馆里面。当然，同时被停下来的还有英国的航空工业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2排直径为 3.6 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 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1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2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啊，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2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室、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
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啊，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啊，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啊。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啊！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啊，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 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长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极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极，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极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激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也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火箭一定要处在地上起飞吗？不一定嘛，把它挂在747的机翼下方，先带上高空，再水平发射也是可以的。觉得新鲜吗？其实都是航天飞机玩剩下的啊！早在1977年，人家就已经从一架747的背上成功放飞过了。不信你看。
不过很可惜啊，他这次的目标呢不是天上，而是地下，并且以后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突破过大气层。所以这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航天飞机？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它叫做企业号，在所有的航天飞机里面排行老大，于1976年9月首次亮相就受到了如明星一般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明星啊，是当时已经风靡全美的星际迷航里面企业号新建的现实版孪生嘛。所以在机库前面等待着迎接它的几乎全是星际迷了，就连剧中的演员也和 NASA 局长站成一排，兴奋地为这架不知道属于谁的飞船剪彩。这是属于 NASA 的吗？不全算啊，他们就连给它命名的权利都没有。原本想着这一年正好是独立宣言颁布的200周年，起名叫宪法号多好啊！但星际迷航迷的数十万封请愿信呢，瞬间就把总统办公室给淹没了。迫于舆论压力啊，只好改名叫企业号了。那这算是星际迷航迷的吗？更不算啊！首先，他的舰长叫做弗雷德海斯，是真正的阿波罗13号的飞行员，而不是虚构出来的詹姆斯科克。其次，他连一次太空都没有去过，更不可能像星际迷航里面的企业号那样来一次酷炫的超时空跳跃了。他的任务是为了测试，测试航天飞机那对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翅膀到底能不能支撑它重返大气后稳稳地落在跑道上呢？所以啊，它是拥有完整的结构、准确的质量分布、跟正常工作无异的起落架、翼面控制系统和5台飞行电脑。只是呢，由于不需要冲出大气嘛，所以就少了发动机，也少了真正的隔热瓦。当然，这些在轨道上用来调整姿态的小型推进器呢，也是画出来的了。但你注意到没有啊？人家也有多出来的东西啊，那就是位于鼻尖的这根探针了。它的目的是为了校准机载空气动力学设备的。伸那么长呢，是怕受到机身周围已经扰乱了的空气的干扰的。另外一样东西也很扎眼啊。把尾部整个包起来的尾椎了，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动机，所以没有做喷口拿来遮丑的，人家当然也是有假喷口的啦，后面也是要做测试的。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航天飞机整体的气动流线性嘛，在后面每一架真正的航天飞机被背在747背上时都是要扣上的，只不过企业号是唯一扣着它自己飞的而已。说到飞，它没有发动机，要怎么飞呢？这也正是测试的一部分了。因为考虑到航天飞机可能的降落地是西海岸的加州，而发射地则在东海岸的佛州，两地之间横跨全美，肯定是用空运最为快捷嘛。所以在航天飞机计划的一开始呢 ，NASA 就已经将一架专门用于运输它的飞机考虑了进来。结果就是这架经过了改装的波音747了，它可以把航天飞机驮在背上，带着它飞。为了减少改变的气流对尾翼控制面的影响，你看它与普通747最大的区别就是这儿了。超宽的水平尾翼加上立在外面的附加鳍片，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呢 ，NASA 确信这架奇怪的合体机械是可以飞上天的，于是就大胆地进行了验证。当然，背上的企业号里面，一是没有带飞行员，二是所有的系统都处于关闭状态，三是连一切可以活动的部件都是锁死的。这种真实的飞行呢，让 NASA 得到了很多的宝贵数据，并且也的确看到了一些只有实测才会出现的问题，比方说超出预期的湍流引发的震颤等等。在解决掉这些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带人的开机测试了。2名飞行员会进入到企业号，并且开启完整的系统，以便为机上供电和制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看5台飞行电脑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了。因为没有他们啊，任凭你再有经验的飞行员都是白搭。航天飞机的小翅膀靠双手双眼再加上双脚都是玩不转的，它需要非常细微与迅速的修正才能保持姿态顺利降落，这个人是的确干不了的，所以才准备了5台嘛，其中1台是备份，另外4台呢相互纠错，冗余做的简直是够够的了。好了，到了1977年的8月12号呢，该做的准备都做过了，是时候让747背上的企业号单飞一把了。计划是这样的啊。当2架合体的飞机到达7600米的高度和500公里的时速时呢，波音747开始俯冲，为背上的企业号提供更大的升力，然后爆炸螺栓炸开，两机分离，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各自继续下面的任务去了。不过呢，这里有个因素相当关键啊。你看它俩的机翼面积，就知道产生的升力完全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当747有足够的升力的时候呢，航天飞机是根本飞不起来的，那可怎么办呢？只有让两者的机翼弓角不同呗。航天飞机的弓角要更大才行，所以它在747背上才是翘起头来的。而且企业号翘的也要比它后面的几个兄弟更大，因为只有它才要真的单飞嘛。前面的支架呢长了大约2米。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降落了。
7号一共降落了5次，前4次呢都还不错，但是最后一次也是吸引最多关注的一次，连英国王子查尔斯都被圈粉来现场了，却差一点就变成尴尬收场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连舱内2名飞行员的对话都能听得到哦。210, 200, real good speed. Shit. Okay, we're back to watching. Let the stick go. Hold it. Jesus. Oh, shit. Car down. Speed brakes out. We're 130. Get the nose on. Okay, we're in direct.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完全自动的飞行控制系统和想要接管的有经验的驾驶员之间产生的冲突造成的。跟别的飞机不同啊，航天飞机的机翼上呢有一对额外的升降副翼，它们既可以控制飞机的俯仰，也可以控制飞机的滚转，但是电传系统对俯仰控制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这就会让当接近地面控制指令越来越密集的发布时，飞机的俯仰变得有些滞后了。这哪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看到过的状况啊？所以他们就忍不了要去介入调整飞机的俯仰，但飞行电脑一看，你这不行啊，又给再调了回来。这拉锯战一开，结果往往就不那么好了嘛。看来人和电脑的配合呢，还要再单独拎出来练一练啊。这个画面呢，看起来怕不怕？它就是 NASA 为了训练电脑和飞行员专门改装的一架 F-8十字军战斗机了。就这样慢慢调教和配合之下呢，世界上最难飞的滑翔机航天飞机才越降越稳了。当然，这一切的开始都是这架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企业号航天飞机了。在经历了天上的飞行试验、地上的运输试验、架子上的吊装试验，还差一点当了挑战者号的备胎之后呢，他现在正安静地趴在纽约曼哈顿退役的无畏号航母甲板上，无声地讲述着这段历史。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